看到最近无限超越班里对13钗的演绎之后，我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那段历史，以及我至今不敢看第二遍的《金陵13钗》。《金陵13钗》其实是张艺谋最矛盾的一部作品。第3届金扫帚奖颁奖，他拿下了最令人失望影片评委会特别奖。评委们说这部电影刻意卖弄风情，消费民族苦难，讨好国外市场。很长一段时间，这部片被贴上烂片标签，甚至被外界归为张艺谋的影视黑历史。可是张艺谋却把它当作心中最佳。这部2极分化的电影真的有外界说的那么不堪吗？要说这个，我们得先去追溯它依托的血泪历史。这部电影的所有情节都锚定在1937年南京沦陷的历史里。整部影片的蓝本来自一本保存至今、字迹潦草且沾满泪痕的私人日记。日记的主人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魏特林。民国26年，南京城破，城内数十万百姓陷入绝境。他顶着日军炮火，把学院改造成安全区，前后收容1万多名妇女和孩童。日军攻破南京后，多次闯入安全区掳掠女性，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达通牒，强制要求交出100名女性，用于随军慰安。在真实的历史里，日军挑走了21名女性，她们被强行带走后下落不明，但是我们都清楚她们的命运。而严歌苓在翻阅魏特林日记时，被这21名底层女子的真实遭遇触动，以此为原型进行了文学创作。她保留了乱世女子受难的历史底色进行艺术加工，把历史里被日军挑选带走的女子改写为主动挺身而出替换学生的情怀风尘女子，又把真实的21人凝练为13位性格鲜明各有风骨的金陵女子，赋予她们悲壮的救赎感。而后张艺谋把这份打磨后的人性光辉完整搬上了荧幕。电影里玉墨对约翰说，我们烟花女子命贱，死了也无妨，可那些学生不一样，他们是干净的。在那个尊卑分明的年代，他们被世俗踩在脚下，却守住了最纯粹的善良。这段沉重又温柔的真实往事，也是张艺谋执意要拍好这部电影的原因。为了不辜负历史里这群无名女子，最大程度还原时代质感，整部影片从选角到拍摄，每一个人都拼尽了全力。提起这部电影，绕不开的人就是倪妮。大家都说倪妮出道即巅峰，把玉墨的性感、风尘、高级、韵味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在美丽的背后，是倪妮3年的秘密训练。彼时的她只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一名普通的播音系大学生，没有任何影视表演经验。被张艺谋选中时，甚至不懂什么是镜头感。3年时间里，每一个寒暑假，倪妮都要独自从南京赶往北京，全年无休。剧组给她定制了魔鬼课程，纯正复古英语口语、民国旗袍仪态、抽烟抬手姿势、老式麻将礼节、地道南京方言。为了拿捏风月女子的韵味，还要反复练习回眸、扭腰、抬手等细微肢体动作。剧组专门请来民俗指导老师，手把手纠正她的体态，哪怕肩膀倾斜1度、眼神不够慵懒，都要重新练习。甚至这3年，张艺谋给她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他直白告诉倪妮，不到最后1秒，我随时可以换掉你。无数个深夜，倪妮一边兼顾大学文化课，一边反复打磨演技，还要承受随时被淘汰的心理压力。张艺谋之所以如此严苛，只因他笃定玉墨不能是单纯的美女，必须兼具风尘感、高级感和破碎感。不止倪妮，其余12位饰演情怀女子的演员大都是新人。为了贴合年代质感，他们统一剪发、素颜集训，戒掉现代肢体习惯，寒冬腊月穿着单薄旗袍，在没有暖气的阴冷教堂反复走位拍戏。就连饰演女学生的群演都提前2个月集中培训，学习民国学生礼仪。整个剧组没有明星特权，所有人都在为还原真实历史让步。哪怕是影片里不起眼的道具，剧组也做到极致较真。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看着只是简单的装饰，实际耗费了大量心血。美术组为了复刻民国教堂玻璃质感，反复试制样品，可不管怎么调试，色彩饱和度、自然光透光度始终达不到张艺谋的标准。为了这块小小的玻璃，团队不断推翻重做，改良材质，前后打磨，足足耗时3个月才最终定型。当年这部影片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通篇有将近1半的外文对白。不少人抓住这一点疯狂诟病，嘲讽张艺谋刻意迎合欧美审美，滥用外文就是为了冲击奥斯卡，拿民族苦难当作跳板。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张艺谋的确有冲击国际奖项的想法，但是我想他是要打破国界壁垒，把这段血淋淋的南京往事推向世界，直白赤裸地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恶行。2011年影片上映后，拿下近6亿内地票房，登顶当年国产票房榜首，斩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还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在国外放映时，无数海外观众为这群底层女子落泪，打破了国外对国产战争片的刻板偏见。但在我眼里，所有奖杯和数据都比不上影片留下的人性思考。我们现在坐在安稳的屏幕前，轻松看完这段故事，转头就能刷走下一条视频。可1937年的南京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剪辑的余地，
很多人了解历史只停留在教科书上冰冷的伤亡数字，而这类电影最大的意义就是把扁平化的历史重新具象化。它撕开冰冷的数据，让我们看见灾难里一个个鲜活有血有肉的普通人。